想问问你有没有那种就是体感上合作最愉快的艺人有吗？咱们有啊，吗？这个很多。咱选一个最愉快的。哎呀，最愉快的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刘宇宁刘哥了。我知道了，你要说那个特别著名的故事，来。啊，就是我最近经常都跟别人说，我说不能期待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是刘宇宁，就是他现在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是这已经样的。成为了一个形容词了，是吗？对对，刘宇宁是一个形容词。真好呀！就是你把那个故事可以再给大家展开分享一下，因为我很担心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你发的那个。嗯，好的，我可以，就是因为我是采访过他2次，然后嗯第一次是在做自己的光的时候，然后那次就是他其实那天还有追剧团啊什么的，然后后面一天都已经特别累了，但是他就嗯是整个的都非常的，整个状态非常饱满，但这都不说了，这都已经非常基础的东西。是。然后他那天详细的跟我分享了他是怎么练普通话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是那是个东北人。辽宁，对，他是是是是。丹东人嘛，我也是辽宁人，我们俩是老乡。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是怎么样一路从那个他可能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一步走过来，然后他是怎么去练这个发音，怎么去自己走上这个演员道路，怎么去学的。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可能对他也没有那么大的了解，我就可能也不太清楚说他怎么可能从歌手啊带到现在非常成功的一个演员。他嗯。说完他的经历之后，我当时心中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跟大鹏老师那个印象一样，这个人做什么都会成功的。他真的太会琢磨了，就是他学习能力太强了，他能够就完全通过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而且非常懂得抓住自己的机会。而且那次采访就是给了特别多的，就是很独家的料出来，然后当时也写了一篇比较深度的稿子吧，因为那次其实我是想写一个，让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样去从歌手转型到演员的。嗯。然后第二次呢是一念关山，然后那天就是真的是他也是一天的直播，而且那天上午他还经历了就是不太好的一些舆论上的一些，就是那天上午有经历了一些，然后我前面还有7、8个采访，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就仍然是非常的谦逊，然后他一直在跟我说啊，老师不好意思，就是让您等了这么久。然后他因为他的团队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基本都不怎么审问题，不怎么看问题的，而且也所有的问题都能问，所以我当时其实还蛮想说，让他去坦诚一下自己的心扉，然后他真的把所有的很尖锐的问题全部都回答了，回答的就甚至让我都有点心疼了。我说天呐，这怎么把自己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到这个位置？就是嗯。能够说可能面对外界那样的揣测，而且他自己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不忍心 Q 一些黑称嘛，因为说的其实挺过分的，他自己会 Q，然后他自己会去把自己内心的这个伤口去剖开。我那天说着说着，我的采访的声音都越来越低了，因为我都觉得很难过。就是如果你一个人能把自己内心最难过的事情这样抛出来给大家讲，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嗯。但是他做到了。而且就是那天，他前面有特别多的采访，然后我听到了一些，我会担心说艺人很疲惫，我尽量把重复的问题都划掉了，我不想让他去做太重复的回答。然后，但是我跟他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刘哥就直接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每个问题都不一样的回答。我说天呐，真的，这真的是就是作为采访者来说最好的采访对象了。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就是能有艺人这么能够体谅我们的情绪，然后他真的是每一个问题，他在累成那样的情况下都能够给到非常好的一个回答。然后我就在想，他一定是自己在平时琢磨了特别多的东西，就是这很符合我对他可能上一次采访的这个认知和了解。然后这个稿当时发了之后，还上了挺多热搜的，我记得。然后嗯。我就然后就是我们那稿其实尺度还挺大的，就是回应了非常多的争议，就包括当天上午那些不好的争对对议，他对对对全部都回应了，而且后面就是完全基本都没删掉，就全部对。都发出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天呐，要是所有的艺人像刘哥这样就好了。我真的是刘宇宁是一个形容词，所以说我很期待他今年马上有很多的新作品嘛，我很期待他今年新作品，然后再次采访他。我觉得他会有新的感悟跟收获分享给我们，然后我觉得他也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无论是面对这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如何去一点一点学习，还有包括面对这么大负面的舆论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刘哥是你采访了之后你自己会有收获的一个人。嗯，就是刚才其实线上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要问尖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嗯我觉得咱们可以我可以解释一下啊。我觉得问尖嗯，锐的问题，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是故意刁难他们，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们媒体作为一个窗口，作为一个桥梁，能够让大家就不管是粉丝也好，还是路人也好，还是他只是他的普通观众也好，可以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产出，能够对这个艺人有更多的了解，也是想让这个艺人通过我们作为一个桥梁，向对外输出一些更多他们内心的一些感受也好，或者说一些真实的想法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起到的是这样的作用，而不是说是我对对。们在故意那什么。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谣言这个东西，它是因为信息差而产生的，就是因为大家不了解，所以才会去通过表面的那些东西去揣测他人。所以说，其实我可能我越想帮助一个艺人的时候，其实我会更多的去让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对更多去让他就是去直面一些网络上的谣言，让他直接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去缩小这个信息差，这样的话才能让谣言止住，否则的话。可能你会不知道这个谣言最后会传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媒体的力量，尽可能的让谣言止住，尽可能的让更真实的一面、更准确的一面传达出来，而不是让小道消息满天飞。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一切的东西其实都是建立在艺人信任我们的前提下，他愿意跟我们说这些，我们可能才会向外对外去输出，才会去传达这些。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们肯定也不会去过多的去要求他来配合我们回答这些，就是可能过于尖锐的东西。是的，就是我是一嗯，个非常会看眼色的人。